一场空难后的幸存者面临生命与道德的拷问。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1972年，有一架飞机在南美安第斯山脉坠毁了，机上有45个人，最后有16个人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被困在山里70多天，经历了寒冷、饥饿、雪崩。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不愿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都背负着一个称号——食人族。故事发生在1972年的10月，乌拉圭的一支名叫老基督徒俱乐部的橄榄球队准备前往智利比赛。他们租了一架空军的飞机编号是517号。出发前呢，球队的队长还对大家说，飞机上有很多空位如果你们有家人和朋友可以叫上一起。一位叫帕尔多的队员就叫了他的妈妈和他的妹妹一起搭乘飞机。最后呢，上飞机的有40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这趟旅程呢，更像一次年轻人的集体旅行。他们的年龄大多是20多岁，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兄弟。在飞机上队员们开心地聊着天，开着玩笑，还有人计划着比赛结束后呢，到哪里去庆祝一下。飞机的飞行路线呢，是从乌拉圭的首都蒙德维迪亚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飞行距离呢是1300公里，是要跨越安第斯山脉。安第斯山脉不是普通的山脉，它全长超过70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系统。很多山峰高度都接近了7000米。安第斯山脉的气候也很复杂。山体呢会改变气流的方向，形成强烈的乱流，还有暴风雪和突发的云层。这里一直是航空飞行的高风险区域。飞机起飞后的前半段时间一切都很正常。为了避开危险区域，机组决定沿着山谷飞行，而不是直接穿越高山1972年那时候没有 GPS， 也没有卫星导航，飞行员呢判断位置更多的依赖仪表、无线电和自身的经验。随着飞机进入山区外面的能见度是越来越低云层开始吞没四周的山峰。飞行员呢不断的调整航向，核对数据和这个塔台保持着联系按照机长的飞行经验呢，这条路线是安全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可是呢，当飞机由南折向西飞到山脉上空的时候两个飞行员发现这里没有暴雪，却有强大的这个高空气流。这个强风对飞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知不觉就将飞机吹离了正常的飞行航线，而且是越来越偏离。但是呢，这个时候负责驾驶飞机的是年轻的副机长，叫古拉拉。他的飞行经验不足，他对情况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为了对付高空气流呢，副机长决定再次降低飞行高度。飞机降低高度之后呢，又一头扎进了厚厚的云层之中这个密布的云层使得飞机的能见度变得很低，而这个航线的偏离呢，又使得飞机飞在错误的路线上。终于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了。这架571航班呢，飞越了一个山口的时候呢，突然撞到了一座无名的山峰，高度大概是4200米。在撞击的那一瞬间副机长就猛地拉起了操纵杆，但是来不及了。这个强烈的撞击传来了一声巨响，飞机尾部首先撞上了山体，整个机身像被一只巨手突然拽住了金属开始扭曲，
机尾就断裂了，并且掉了下去。坐在机尾的几个乘客也都被甩飞了他们无一幸存。飞机呢也失去了控制。接着飞机有了第二次撞击，右翼被削断，左翼也撞向了山壁。飞机在雪山之间翻滚滑行，最后失去了机翼的机身前半部分像雪橇一样沿着雪坡高速冲了下去，没有方向也控制不住。机舱里有的人在尖叫，有的人在祷告，也有人只是死死地抓着座椅。这架失去控制的飞机顺着山坡向下滑，最后幸运的停在了一个海拔3500米的山谷里。在坠机以后，机上的45个人有33个人幸存了。这些人几分钟以前还在聊着天儿，现在呢他们就已经身处安第斯山脉的深处了。机长呢当场就身亡了，这个副机长受了重伤。那位带了妈妈和妹妹上飞机的帕尔多呢还活着，但是他的妈妈身亡了，妹妹也受了重伤。更糟糕的是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损坏了，没法和外界联系。开始呢这33个人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因为所有人都觉得救援很快就会来到。飞机失联了，飞机失联了，机场一定知道，军方呢也会开始寻找他们，搜救队和直升机呢也会出现。他们觉得只要坚持几个小时或者一天就能得救。于是大家开始行动，有人照顾伤员，有人拆下座椅做担架，他们将这个遇难者移到了机舱的外面。还有人呢翻找这个散落的行李，把有用的物资集中到一起。他们看了一下所剩的这个食物其实很少就是一些巧克力、一些葡萄酒、几包饼干和少量的零食。这点吃的东西肯定是撑不了多久。到了夜晚呢，他们把残存的机身当作避难所用座椅和行李堵住了缺口。所有人呢挤在一起取暖。他们还在聊天说回去以后一定要先吃一顿牛排。安第斯山脉呢不是普通的山，到了夜晚，这里的温度会降到-30度以下，这是极寒的天气。有人带着打火机，但是这里呢又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最后呢，他们烧掉了身上携带的数千美元的纸币就是为了换那个短暂的温暖。当晚就是事故发生以后的当晚，有几名重伤者都没有撑过去就去世了。第二天醒来，活下来的人只有30个人了。但是呢，他们真的看到了有飞机飞过去，他们拼命的喊叫。这些幸存者呢，尝试在机身上涂写 SOS 的标志就是求救的标志。但是由于机身被这个雪覆盖了，这个天上的救援飞机多次飞过都没有看到。然后呢，这些幸存者又在雪地上用行李箱摆出一个大大的 SOS，可是救援飞机还是没有看到。第3天呢就只有风和雪第4天还是一样，连续多天都是如此没有救援来。安第斯山脉海拔比较高，空气稀薄，这个高山上阳光很厉害，紫外线也很强。待了几天之后呢，很多人的这个嘴唇、皮肤都起了泡。飞机残骸里他们找到了一台小收音机，每天呢都有人守在旁边不停地调试信号，希望听见关于搜救队的声音。这个成了所有人的希望像一根连接外面世界的细线。只要还有声音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忘记。然而第10天，他们
听见了从收音机里传来新闻播报。由于连续搜索没有结果呢，官方宣布停止搜救行动。主持人的声音很平静，只是普通的念完了这段新闻。但是呢，这些在机舱里的幸存者呀，听到这个消息啊，没有人说话，因为他们意识到外面就是山外的世界，人们已经不把他们当作失踪者了，而是当作死人。那么为什么人们停止了搜救呢？救援人员的逻辑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架飞机如果有幸存者那么在高寒的山区不可能坚持超过10天，所以呢，就认定他们都已经死亡了。困在这里的幸存者除了感到寒冷，就是饥饿了。飞机上的那点巧克力饼干还有罐头早就吃完了。在断粮以后呢，这些幸存的人开始尝试吃行李箱上的皮革，他们还撕下这个座椅里的填充物，想吃但是发现难以下咽，只好都放弃了。然后呢，他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了。喝水呢，就是幸存者是利用飞机座椅的铝板反射阳光，融化了雪水来解决饮水的问题。在绝望中呢，他们意识到吃人肉是能够活下去的唯一途径。为了活下去呢，这个时候还幸存的这27个人就达成了一项痛苦的集体契约，通过食用遇难同伴的遗体来维持生命。他们认为这是为了生存而做出的上帝的旨意，并约定如果自己死以后也同意献出身体，让其他人活下去。多年以后那个叫帕尔多的队员回忆说，那不是关于勇气的决定，而是关于生存的决定。他们想活下去，因为他们还想回家。就这样呢，幸存者开始以尸体果腹。最开始呢，他们从陌生的没有关系的飞行员尸体开始，但是吃光了飞行员以后呢，就只能开始吃死去的朋友同伴他们是用这个飞机舷窗的玻璃碎片把肉切割开晒成一片一片的就这样看起来就和普通的肉一样。幸存者中呢，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这也是这个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其中唯一的一名女幸存者叫莉莉安，她因为这个宗教信仰的原因呢，还是没法接受吃人肉这样的事情。后来在丈夫的劝说之下呢，才勉强同意吃下去。不过在后来发生的雪崩中呢，这位莉莉安也不幸遇难了只有她的丈夫最终活了下来。食物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死神呢并没有离开他们。空难发生后的第17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袭来，大量的积雪瞬间吞没了这个飞机的机身积雪还灌到了机舱里边。这场灾难呢又夺走了8个人的生命，另外剩下的10几个人呢也被困在机舱里好几天，最后才勉强的挖了一个洞爬出来。这个时候幸存的人只有19个了。几周以后呢，伤病、虚弱和这个寒冷一直持续的袭来，直到最后只有16个人还活着。等待变得这个越来越可怕，因为等待就意味着一件事慢慢走向死亡。幸存者的希望呢也越来越渺茫。距离坠机的时间过去了1个月，这16名幸存者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一步，派人走出去去寻找救援。其实在雪崩发生之前他们就打算翻过雪山去寻找救援，但是这个高原反应脱水，还有雪盲症，还有这个营养不良、寒冷的天气都让这些人觉得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的考验。现在呢没办法了，必须得走出去。他们呢就
决定由帕尔多、卡内萨和维京丁3个人呢出去寻找救援。帕尔多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我一直对自己说，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等待充满了恐惧，它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就这样这3个人带着保暖的衣服和足量的人肉干向智利出发。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这个高达600米的这个陡峭的山峰，积雪呢非常的湿滑。在这个攀爬的过程中那位叫维京丁的队员呢就扭伤了脚，这个迅速摧毁了他的求生的意识。为了不连累他人呢，他尝试从悬崖上跳下去自杀。但是他的同伴卡内萨很坚强，发现以后呢就坚决制止了他，还不断的给他打气，鼓励他，让他继续活下去。3天之后这3个人终于爬升了600米，抵达了这个山顶。可是呢，他们原以为再往下就是下山以后可以看到有人烟但是只是看到了连绵的山，就是山外有山。这下把他们3个人彻底惊呆了，也彻底绝望了。连那个坚强的卡内萨都觉得他们要死在这里了。可是呢，天无绝人之路经过一番眺望之后他们还是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幸运地发现之前坠落的飞机的机尾就在不远处，还有一些散落的行李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惊喜，就跑了过去，然后发现行李中居然还有一些食物还有一些取暖的衣物真是这个意外的惊喜。他们从中收集了一些香烟、糖果和干净的衣服。为了度过这个极寒的夜晚还有这个日光的暴晒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这个折叠的被子缝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大的睡袋。受伤的维京丁呢，就拄着拐杖原路返回，去通知其他的幸存者到这里这个尾部飞机机尾的这个坠落的地方呢，来拿这个食物和衣物，这个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那么帕尔多和卡内萨呢，就继续前进去寻找救援。终于经过了9天艰难的跋涉，帕尔多和卡内萨走出了这个高山雪原到达了河谷的地带。不久呢，他们就看到了一个骑马的人。这个时候帕尔多和卡内萨已经累瘫在地上，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时他们是有高原反应、脱水冻伤、营养不良这些症状。如果再晚几天他们估计真的就死在路上了。这个骑马的农民发现他们以后就跑去通知警察，但是由于这里太偏僻了，过了1天以后这个农民才带了5个智利的骑兵回到这里。帕尔多和卡内萨最终是得救了。他们呢，3天以后呢，1972年的12月23日官方的直升飞机飞到了山上救出了第一批6个人。因为遭遇了暴风雪，第2天呢，直升机再次出发，又救回了剩下的8个人。救援队呢，把他们都送到了圣地亚哥的医院治疗他们都有各种病症有高原反应脱水、冻伤、骨折，还有坏血病，但是都是幸存了下来。这16名幸存者最终都成功获救。这场持续72天的生存故事被媒体称为安第斯奇迹他们16个人活了下来这本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在最初获救的时候呢，16位幸存者都曾经约定不对外说出他们吃人肉这件事。但是呢，后来其中一个人忍不住还是说了出来。局面变得难以控制，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指责和批评的声音。这些幸存者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有人认为他们不该做出吃人的可怕行为有人呢称他们为食人族、恶魔。这让原本因为食人肉内心备受煎熬的幸存者更加的痛苦。好在有一些媒体还是有良知的，
他们呢选择客观全面地报道了这个事件在得知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后呢，大部分民众选择理解这种行为。那位叫帕尔多的他走出雪山去寻找救援的，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之所以怀着强烈的愿望要走出雪山，是因为我想再一次看到我父亲。我的母亲和妹妹都死了，我没有女朋友，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去看到我的父亲，让他拥抱我。对于吃掉同伴的尸体帕尔多说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规则不再属于我们，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我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一规则。帕尔多后来呢，还曾多次回到安第斯山脉，向母亲、妹妹以及朋友的坟墓献上鲜花。他后来做了赛车手、节目主持人、演说家。空难发生的34年以后帕尔多写了一本书，叫《安第斯山脉上的奇迹》。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将亲身经历讲述出来，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也不知道原因，但是呢，我想为自己的父亲写点东西。当我父亲读了我的书以后呢，他对我说谢谢你，然后拥抱了我，那正是我想要的。另一位去寻找救援的卡内萨也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当时呢，身处险境，卡内萨同样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说了同样的话：我要见我的妈妈，我要告诉她我还活着。我要见我的女朋友，我爱她。看着身边接连死去的朋友，我没有办法。或许是学医的原因，我知道死去的朋友身体其实就是能量，是蛋白，是脂肪。他不再是我的朋友，我把它当作鱼一类的食物。在思想上，我觉得是我的朋友想让我们继续活下去，我把自己当作朋友生命的延续。不这样说服同伴，所有人都得死亡。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真的很难谴责这种行为。在那种生存状态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人类道德来衡量。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就像最初登上陆地的鱼类，如果按照鱼的生存方式要求它们呢，那么进化将被阻断陆地上的生物也根本不会存在。时移世易必须调整对策。与其说他们靠吃人肉存活不如说是因为再一次见到家人的这个信念。他们用主动代替了抱怨，才赢得了生存的机会，成就了这个奇迹。今天呢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